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实话，我是主播张宏志。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种仿佛深入到骨髓里的孤独感。尤其是当我们到了这个岁数，头发白了，牙齿松了，身边的老伴可能先走了一步，以前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也一个个凋零，而子女呢，都有了他们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忙得像陀螺一样转。这种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空旷的荒野里，喊一声，连个回音都没有，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呼地吹。在这种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人愿意陪你聊聊天，愿意跟你一起吃顿热乎饭，甚至愿意对你嘘寒问暖，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像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很多人把这种晚年的相遇叫做黄昏恋，觉得这是上天在我们人生即将谢幕的时候赐予的最后一份浪漫礼物。但是作为一名在安养院工作了30年的老院长，我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无数老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挣扎与无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谈谈黄昏恋这个话题。我们总以为人老了，吃的盐比年轻人吃的米还多，过的桥比年轻人走的路还长，看事情应该早就通透了，不会再像年轻小伙子小姑娘那样为了爱冲昏头脑。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正是因为我们孤独的太久了，我们内心对温暖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种渴望有时候会像一团火烧毁我们的理智，让我们更容易失去判断力，掉进一个看似温暖实则冰冷的陷阱。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不是社会新闻里那些耸人听闻的诈骗集团故事，而是3个发生在台湾，甚至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普普通通的老人的真实经历。这3位主角，他们不是坏人，他们遇到的对象甚至在传统意义上也不能说是坏人，但最终他们的黄昏恋都以悲剧收场，并且付出了他们无法承受的6个代价。这3个故事就像3面镜子，或许能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困境。请各位一定要耐心地听我讲完，这可能关系到你后半生的幸福与安稳。首先，我想讲一位许先生的故事。许大哥今年正好70岁，住在台北市的文山区。他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以前在市政府上班，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的公务员福利不错。他现在每个月有4万多块的退休金，也就是我们说的月退俸。他和老伴结婚40年，在景美那边有一间早年买的3房公寓，贷款早就缴清了。他的儿子明凯也很争气，从小书读得好，现在在内湖科学园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当主管，也结了婚，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按理说，许大哥的人生走到这个阶段，应该是船到桥头自然直，没什么可发愁的了。只要把身体顾好，那就是享清福的日子。可是3年前的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跟他斗了一辈子嘴，也互相扶持了一辈子的老伴，因为突发脑溢血，连句交代都没有，就这么撒手人寰了。从老伴走的那天起，许大哥的世界就从彩色变成了黑白。他告诉我，以前老伴在的时候，他总嫌他啰嗦，早上不起床要被念，衣服穿少了要被念，忘了吃降血压的药更是要被他念上半天。那时候觉得烦，觉得耳根子不清净。可现在他情愿用剩下的一切财产去换老伴再回来念他一句，哪怕是大骂他一顿也好。老伴走了以后，那个30几平的3房公寓一下子变得空旷的吓人。许大哥说，他每天早上醒来，伸手一摸，身边是冷的。他走进客厅，看着那张老伴再也不会坐上去的沙发，心里空落落的。打开冰箱，里面是儿子上周末回来时塞满的水饺和冷冻食品，但他一点胃口都没有。儿子明凯是个孝顺孩子，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看他，那也是许大哥一周里唯一的盼头。看着孙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听着媳妇在厨房里忙活切水果的声音，他才感觉这个家还有点人气。
可是孩子们毕竟有自己的生活，礼拜天晚上吃完饭，他们一开车走，整个屋子瞬间又被死一样的寂静吞噬，那种安静，连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像是在倒数着生命的流逝。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客厅，开着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假装家里很热闹，但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墙上那张泛黄的结婚照，一看就是一整夜。那种孤独，不是找几个老朋友去公园下下棋，聊聊政治就能排解的，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好像是多余的，好像被世界遗忘在了一个角落里。为了逃避这种孤独，许大哥开始害怕回家。他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去社区的活动中心，待到人家关门赶人。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王女士，她65岁，比许大哥小5岁。她也是几年前先生走了，一个人过日子。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特别传统、温柔、善良的台湾女性，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脸上总是带着笑，让人看了就觉得舒服。他们是在社区的书法班认识的，他就坐在许大哥旁边。有一次，许大哥不小心把墨汁弄洒了，沾到了袖子上，正手忙脚乱的时候，王女士看到了，二话不说，从自己的小包里拿出湿纸巾，还有一小瓶专门去渍的清洁液，细心地帮他擦得干干净净。就在那个瞬间，许大哥心里某个冰封了很久的地方，好像裂开了一条缝，有一丝阳光照了进来。从那以后，他们开始聊天，从过去在公家机关的趣事聊到各自的子女，再聊到失去另一半的痛苦。许大哥发现他们太像了，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跟王女士聊天，她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在儿女面前装作我很好，她可以把心里最脆弱、最无助的地方都说给她听。王女士也一样，他们就像两只在寒冬深夜里抱团取暖的刺猬，小心翼翼地靠近，分享着彼此仅有的一点温度。慢慢的，王女士开始来许大哥家，起初只是送一些她自己做的萝卜糕、卤豆干，后来就变成了帮她收拾屋子，给她做晚饭。当王女士第一次在许大哥的厨房里忙活，那熟悉的抽油烟机的声音，那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再次响起时，许大哥这样一个70岁的大男人背过身去，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觉得这个冷冰冰的房子又变回了家。王女士的手很巧，她做的菜有许大哥老伴的味道。她会记得许大哥不吃葱，记得他喜欢喝冬瓜排骨汤，要加点姜丝。他把他那乱得像资源回收站一样的书房收拾得井井有条。许大哥贪婪地享受着这份失而复得的温暖，甚至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儿子明凯周末回来看爸爸，看到家里窗明几净，饭桌上摆着4菜1汤，看到父亲脸上久违的笑容，他也打从心里高兴。他对王女士很客气，一口一个王阿姨地叫着。他说：爸，只要你开心就好，有人陪着你，我们也放心。那时候许大哥真的以为他的人生迎来了第二春，他甚至开始幻想，要不明年开春就和王女士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给她一个名分，名正言顺的搭伙过日子，互相照顾，直到终老。他觉得这是最圆满的结局。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圆满的梦会变成一场将他拖入深渊的噩梦。而噩梦的开始是从30万台币开始的。那天晚饭，王女士一直心神不宁，拿着筷子发呆，几次欲言又止。徐大哥问她怎么了，她才红着眼睛，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她告诉许大哥，他那个在外面开小贸易公司的儿子，最近因为一笔货款没收回来，资金链断了，急需30万台币周转，不然公司就要跳票，信用破产，还会欠一屁股债。他哭着说：老许，我真是没用，帮不上儿子一点忙，只能看着他着急，我这心里像刀割一样。许大哥看着他那副梨花带雨、无助又自责的样子，心一下子就揪紧了。在他眼里，王女士是那么善良，那么脆弱，他怎么能让她受这种委屈？而且
许大哥心里想，我们以后可是一家人啊，他儿子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这时候我不帮忙，谁帮忙？当时他脑子一热，大男子主义作祟，拍着胸脯说，你别哭，不就是30万吗？多大点事，我来想办法。其实许大哥手头是有存款的，但他没告诉王女士具体数字。第二天，他一个人去了银行，把他准备用来养老放在定存里的一笔钱解约了，凑了30万现金，用一个信封袋装着，慎重地交给了王女士。他跟她说，这钱算借给孩子的，让他先拿去应急，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再还就行，也不急这一时半刻。王女士当时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紧紧抓着许大哥的手，一遍遍地说，你真是我的大恩人，我们娘俩这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看着他感激的眼神，许大哥心里充满了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不仅帮了爱人，也尽到了一个准继父的责任。他觉得他们的关系因为这件事变得更牢固了，更像一家人了。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亲手推倒了第一块骨牌，而这副骨牌的尽头是万劫不复。这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代价，家产的动荡。这第一个代价来得比想象的要快。许大哥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还是被儿子明凯发现了。明凯是做科技业主管的，做事细心，每个月都会帮父亲整理一下银行的账单和水电费。那天他拿着一张银行的取款凭证，表情严肃地来问许大哥，爸，你上周解约了定存，领了30万现金，你要做什么用？是不是遇到诈骗了？许大哥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他不想让儿子知道，一方面是怕儿子觉得他老糊涂乱花钱，另一方面也怕儿子觉得王女士母子是图他的钱。他支支吾吾的搪塞说，没什么，一个老朋友急用，周转一下，过几天就还了。明凯在职场打滚多年，什么人没见过？他看着父亲闪烁的眼神，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一针见血地说，爸，是王阿姨家里的事吧？许大哥一下子愣住了，没想到儿子猜得这么准。明凯叹了口气，把凭证放在桌上，语气沉重地说，爸，我不是不让你交朋友，你一个人孤单，有个人陪着说说话是好事，我也支持。但是牵扯到钱，尤其是一下子这么大笔钱，你得留个心眼。你跟他认识才多久？半年都不到吧？他家里的情况你真的了解吗？还是只听他一面之词？被儿子这么一说，许大哥脸上挂不住了，觉得尊严受损，声音也大了起来。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王阿姨的人品吗？她不是那种人，她儿子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我们以后是要在一起过日子的，她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分那么清楚干什么？过日子。明凯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声音提高了8度。爸，你们要结婚，这件事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结婚是大事，涉及到法律问题，不是搭伙吃饭那么简单。财产问题，未来的赡养问题，以后万一谁生病了，谁照顾？这些你想过吗？如果登记了，将来继承权怎么算？这不是儿戏啊！这一连串现实又尖锐的问题，问得许大哥哑口无言。他从来没想过这些法律、继承、赡养这些词离他太远了。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照顾挺好，但被儿子这么一剖析，好像他那份纯粹的感情一下子变得充满了算计和铜臭味。许大哥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吼道，这是我的钱，我辛苦一辈子存的养老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管不着。你也别想着我的遗产，我还没死呢。那是许大哥第一次跟明凯这么大声说话，甚至说出了这么伤人的话。明凯看着父亲，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受伤。他没再跟父亲吵，只是默默地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说，爸，你冷静一下，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现在针对老人的诈骗太多了，这钱既然已经借出去了，我也不逼你讨回来，但我希望你能让对方打个借条。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还没登记呢，这样对大家都好。说完，明凯就拿着包包走了。看着儿子的背影，许大哥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儿子是为他好，
但他又觉得儿子太不近人情，把王女士想得那么不堪，把人心想得那么险恶。为了这事，许大哥一连好几天都没睡好。王女士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明凯不高兴了。许大哥为了不让他多想，还硬撑着说没有的事，他就是瞎操心，工作压力大。他还主动跟王女士说不用打什么借条，一家人搞那些太伤感情，我相信你。王女士听了，感动的眼圈又红了。许大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亲情和爱情他都保住了。可他太天真了，他低估了金钱对一段关系的腐蚀力，更低估了他对亲情的破坏力。约定的还款日期是3个月后，可3个月过去了，风平浪静，王女士没提，许大哥也没好意思问。又过了1个月，许大哥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他儿子公司的情况，王女士叹着气说：大环境不好，还是很难，之前的窟窿填上了，又冒出新的窟窿。这下许大哥心里开始有点打鼓了，但话已经说出去了，总不能天天去催债吧。就在他纠结的时候，儿子明凯又来了。这次明凯没有跟他商量，而是直接给了他一个惊喜，或者说是惊吓。他把一份律师起草的婚前财产协议书放在许大哥面前，爸，我给你2个选择。明凯的语气冰冷得像一块铁。第一，让王阿姨的儿子立刻还钱。第二，如果你非要跟他在一起，甚至要登记，那就先把份协议签了。许大哥拿起那份协议，手都在抖，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许先生名下的这套公寓，以及所有的银行存款、股票、退休金都属于婚前个人财产。如果许先生发生意外或身故，所有财产由儿子唯一继承，与配偶王女士无关。许大哥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像被蝎子踏了一下，猛地把协议扔在地上，指着明凯的鼻子骂道：你这是在做什么？你这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你王阿姨。你把她当成什么人了？一个图我房子、图我钱的骗子吗？难道不是吗？明凯也豁出去了，跟他对吼起来：爸，你醒醒吧！他认识你才几个月，就从你这里拿走了30万，这只是个开始。今天30万，明天就是300万。等你的钱被掏空了，房子被抵押了，他还会守着你这个糟老头子吗？你别忘了，妈当年跟你一起吃苦，省吃俭用才攒下这个家，才买下这间房子。你现在要把这个家拱手送给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吗？住口！许大哥气得浑身发抖，血往上涌，一个巴掌就飞了过去。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荡，父子俩都愣住了。明凯飞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许大哥看着自己颤抖的手，也懵了。他这辈子连根指头都没动过儿子，从小到大都是讲道理，今天竟然为了外人打了儿子。好，明凯的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指着父亲，一字一句地说：为了个外人，你打我，从今天起，你就跟你那个王阿姨过吧，这个家我不会再踏进来了，你的死活也跟我没关系了。他摔门而去，那扇厚重的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也好像关上了我们父子之间所有的情分。许大哥瘫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想在晚年找个伴，只是想帮助一下自己喜欢的人，怎么就变成了众叛亲离？这就是第2个代价，亲情的裂痕。许大哥以为的爱情，在儿子眼中是对王母的背叛，是对家产的威胁。黄昏恋从来不是2个人的事儿，而是2个家庭的事儿。你和新伴侣的感情再好，也抵不过你和子女几十年血脉相连的亲情。一旦处理不好，你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最终被彻底孤立。后来的故事更加令人唏嘘。王女士知道父子决裂后，哭着道歉说要砸锅卖铁还钱，这让许大哥更觉得愧疚，觉得是儿子太冷血。为了赌气，他正式把王女士接到家里住，甚至把工资卡也交给他管家。结果呢，王女士的儿子就像一个无底洞。今天请客户吃饭要5000，明天发工资不够要2万。不到半年，许大哥的养老存款又少了10几万。而明凯
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最终压垮许大哥的是老伴的忌日。那天他准备了一桌菜，发短信求儿子回来，结果收到的是儿子带着媳妇孙子在亡妻墓前的照片，并附言：妈，儿子不孝，不能带孙子回家看爷爷了，因为那个家里住进了一个让您蒙羞的女人。那一刻，许大哥终于崩溃了。他明白了，在儿子心里这个结是打不开了。而面对王女士一再的借钱理由，他也终于爆发了争吵。最后王女士搬走了，钱也没还清。许大哥现在70岁了，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说，家产动荡可以再挣，或者省点花可亲情的裂痕，像镜子碎了要怎么补。他现在夜夜失眠，一闭眼就是儿子失望的眼神。这就是为了黄昏恋付出的沉重代价。接着我们来聊聊第二位方女士的故事。如果说许大哥是输在了钱和情，那方女士付出的代价看似无形，却同样致命。方女士今年67岁，住在台北市大安区。她跟许大哥不一样，她不缺钱，也没有子女的牵绊。退休前，她是一家外商公司的市场总监，大家都叫她晴姐。她在台北市精华地段有自己的小公寓，装修得非常有品味。她的退休生活简直就是很多人的梦想范本。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瑜伽，给自己做精致的早餐，上午去学油画或者逛逛故宫、美术馆，下午和闺蜜喝下午茶，晚上听古典乐、看老电影。她的生活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准优雅。她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享受这种绝对的自由和掌控感。但是她高估了自己对孤独的抵抗力。在那次去欧洲的豪华邮轮之旅上，她认识了吴教授。吴教授是大学哲学系退休的，温文儒雅，戴着金丝眼镜。两人在船上聊卡缪，聊存在主义，聊艺术，那种灵魂共振的感觉让方女士觉得自己遇到了灵魂伴侣。回到台湾后，两人迅速热恋。吴教授搬进了方女士那个一尘不染的公寓。方女士以为两个高知识分子的结合会是诗和远方，可她忘了，生活最终是柴米油盐，是两个牙刷挤在一个杯子里的碰撞。这就引出了第三个代价，自由的丧失。吴教授搬进来的第一天，噩梦就开始了。他带来了几十箱旧书，还有各种他淘来的破铜烂铁，什么烟斗、石头、旧地球仪。方女士那个极简风格的客厅瞬间变成了旧货摊。更可怕的是生活习惯。方女士有洁癖，东西都要归位。吴教授呢，随性惯了，湿毛巾随手搭在椅背上，牙膏盖子永远不盖，刮胡泡溅的镜子上到处都是。方女士最心爱的白色进口沙发，吴教授穿着外出的脏裤子就往上一躺，有时候还把脚翘在茶几上。方女士感觉自己不再是女主人，而成了一个宿舍管理员，或者说一个免费的高级保姆。她失去了随心所欲的自由，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另一个人的存在。想看画展，要问她去不去；想跟闺蜜聚会，要担心晚上谁给她做饭。她被一张叫我们的网罩住了。随之而来的是第四个代价，心力的透支。方女士试图用管理公司的方法来管理这段关系。她制定规则，买脏衣篮，贴便利贴，提醒关灯。她投入了巨大的心力去沟通，去纠正，去监督。这个过程耗尽了她所有的能量，她变得焦虑唠叨，从一个优雅的女士变成了她自己最讨厌的怨妇。两人为了袜子乱扔、吃饭吧唧嘴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频繁争吵，每一次争吵都在消耗感情，也在透支心力。方女士开始失眠、掉头发，甚至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去日本京都的旅行计划。方女士花了1周做了一份完美的攻略，详细到几点坐车去哪个寺庙。结果吴教授看都不看，说出去玩搞这么复杂干嘛？走到哪儿算哪儿才有意思。方女士崩溃了，大吵一架后，吴教授吼道：我是在找老婆过日子，不是找老板。你想控制我，
就像控制你的下属一样。那一刻，方女士醒了。两个活了60-70年，性格习惯都定型的人，硬要磨合在一起，那是需要磨掉半条命的。为了这份所谓的陪伴，透支了健康和心力，真的值得吗？最后，两人分手。方女士花了一整天把家里打扫干净，虽然赢回了自由，但心里对爱情的幻想也彻底死心了。最后，我们来讲讲第三位，周大哥的故事。他的故事将黄昏恋的代价推向了最令人恐惧的层面，名誉和健康。周大哥73岁，是个退休的技工，住在高雄。他是个爱面子的人，在社区公园是出了名的棋王，大家都尊称他一声周师傅。老伴走了10几年，他一直觉得自己身体硬朗，直到前年一场肺炎住院，看着隔壁床儿女成群，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连水都没人倒，他第一次感到了对孤独死的恐惧。为了给自己的晚年买份保险，找个人互相照顾，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秀英。秀英68岁，看起来贤惠能干，对他也特别崇拜。周大哥觉得自己捡到宝了，不到3个月就让秀英搬来同住。起初，秀英确实把他照顾得像皇上一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这就是第5个代价，健康的负债。周大哥沉浸在被照顾的幸福里，忽略了秀英身体不好的事实。秀英有高血压、关节炎，但为了讨好他，硬撑着做家务。结果有一天半夜，秀英突发脑溢血倒下了。一夜之间，角色互换，周大哥这个连电饭锅都不会用的老头子，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瘫痪老伴的责任，把屎把尿、喂饭擦身，医院家里2头跑。短短1个月，周大哥瘦了10几公斤，腰都直不起来了。他原本想找个保姆，结果给自己找了个必须伺候的病人。如果只是累，也就算了。最让他崩溃的是第6个代价，晚节的磨损。秀英的女儿从南部赶回来，是个厉害角色。他看到母亲病倒，不由分说就在医院，在社区里大吵大闹，指责周大哥把他妈当免费保姆使唤，累出了病。在社区公园里，当着周大哥那些老棋友的面，秀英的女儿大声数落他没良心。周大哥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面子，现在成了邻居口中的黑心老头。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变了，这种精神上的羞辱比杀了他还难受。最终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周大哥气急攻心，突发心肌梗塞也倒下了。好好的2个人，因为一场黄昏恋，双双进了医院，差点把命都搭上。最后还是双方子女出面签了协议，各回各家，这场荒唐的闹剧才算收场。各位朋友，听完这3个血淋淋的故事，我心里真的很沉重。他们代表了3种不同需求的过来人，一个渴望家庭温暖，一个追求灵魂共鸣，一个寻求安全保障，可是无一例外都走向了悲剧。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6个沉重的代价：第一，家产的动荡；第二，亲情的裂痕；第三，自由的丧失；第四，心力的透支；第五，健康的负债；第六，晚节的磨损。作为一个看了30年人生百态的安养院院长，我想跟各位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黄昏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它不是雪中送炭，更不是灵丹妙药。它是一场需要用你后半生所有的一切亲情、财产、精力、自由、名誉、健康去下注的豪赌。在你决定下注之前，请一定问问自己，这6个代价你真的承受得起吗？其实人到晚年，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另一个伴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4老。几个能随时聊天的老友，一笔足够应付突发状况的老本，一个安身立命的老窝，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也就是你的老身。与其去寻找一个不确定的老伴，不如把这些握在手里的幸福经营好。学会与孤独相处，找到一份能自得其乐的爱好，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自由，这才是晚年幸福的真谛。各位朋友，听完今天的分享，不知道您心里有什么感触？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对你有帮助，请帮我按个赞，并且分享给身边的老年朋友。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